Hello， 大家好，信佳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来东京从成田机场转车的秘密景点，最近超红的日暮里谷中银座。这个月还看到韩国女团跑来这边拍 MV， 连日本大神木村拓哉最近都分享的炒冰店或是塔贝洛克百大名店，这里就包了3间，主打一个东京旧时光有故事的街角生活，离车站3分钟，来回成田机场转车必买甜点，一吃就回不去，常常回购的香浓蛋糕。对法式面包还好，但是这家又美又好吃，常常被邀请去百货公司快闪，评价超高的大排队面包店，或是等了2个小时终于排到的超美圣代店。来东京经过一定要停下来逛逛昭和丰老街。首先从日暮里的南口走出来，来东京第1天或者是最后1天，从成田机场坐京成线或是 Skyliner 来回的话呢，推荐找一天在日暮里站停下来走走。最喜欢慢步调的日暮里站，但是这边有一些店家很爱排队，不适合新爸。所以找了时间要信奖陪妈妈来吃看看。下午2点来，终于人比较少。网络评价超高的一游桥外面，常常上电视，是24小时营业的立吞店，只收现金哦。店里面的菜单有附英文，但是还是有点难懂。只要先想好你需要粗面还是细面，冷的、热的、小碗、普通、大碗、特大碗之后，结账区的旁边用手指着想要吃的配菜，店面很小，大约只能容纳10个人左右。虽然带小孩过来不是很方便，但是很幸运，唯一的桌子刚好有空位。面真的很粗，跟免洗筷一样粗。新妈是吃冷面，那个嚼劲还有荞麦香真的很特别。这块炸章鱼脚天妇罗炸得非常香以外，也超有嚼劲。店家也很贴心，问小朋友要不要去葱去芥末。推荐选在非假日、非用餐时间来试试，超级便宜，2碗才900多日元，是新妈未来买布、下午茶会回访的店。南口再往下走，会有日暮里有名的纤维街，推荐喜欢手作的，这里有70几间手作店。如果时间很赶，只能逛1家，推荐这栋5层楼的 Tomato 本馆，像是4楼满满的卡通图案。信讲学校规定的包包材料都是在这家买的，还有1楼的防水布，信家做成了桌垫。或是5楼也有一些小配件跟版型，目前还没有背过的网状包包，购买方法也很可爱，放到小推车里面，标价是100公分的价格，最少买50公分。或是隔壁的番茄分店有特价区可以挖宝。然后往 JR 北出口这边，日暮里有些坡路，建议寄放行李之后再去逛街。再从左边这个西口出来之后，它的旁边有一个热门看电车景点。谷中银座的重点分成大家常逛的商店街区，或是上次跟辛巴意外逛到大排长龙的上野樱木古宅区。如果来1整天，可以参考新家的行程。第1站一定要先来80年以上日本古宅改建的商店，当天超级热，刚开门还是会有排队人潮。另一个面包及法式小店，超容易大排队，但是可以电话预约取货，感受得到用心经营。排队有大风扇，还有提供遮阳伞，规则简单，店里面同时只能容纳4个人。面包很特别，有些是没有看过的长相，整个选择障碍，到最后买太多。面包原本选来选去都是吃那几种，这家很难选，每个都想试试。后来在结账的时候问了网络上看到的芝麻奶油，店家有预订服务，下午2点辛巴再拿号码牌来取货。原本没有太期待的咸面包，伊比利猪厚片培根面包的麦香带点甜味，意外的加入回购清单。配上咬了会喷油脂的咸油花，刚好出炉，超美味。
无花果苦甜乡村面包，比较挑个人喜好。第一次长得很像榴莲的奶油面包系列，外面是有点麻薯感的法式面包，里面夹着超香的牛奶奶油，或是这款料超多香浓的黑芝麻搭配软发面包，一颗颗超香的芝麻再搭配很香的牛奶奶油，期间限定，要碰碰运气哦！才开业2年就大排长龙，他买不到也可以搜寻 SNS 新宿银座百货快闪店找找哦。然后往老街走一点，这边很特别的一栋复合式商店老房子，会不定期更新不同地区饭店型的早餐。这边除了早餐以外可以定位，里面会办展，楼上也有住宿、整骨按摩。因为行程延误，所以只来得及吃午餐。又因为等等要去吃很美的圣诞店，没有办法吃圣代。中午是套餐或者是鲫鱼三明治。现场的少女大多是点口袋青鱼三明治，炸过的青鱼处理过，完全没有鱼味。下次有机会早点来，一定要试试它的特色型早餐。还有这家很可惜，假日不好预定的古宅咖啡厅，是塔贝洛库的百大名店，建于1915年，超老古宅餐点，主打经典沏茶店，它就位在刚刚的面包店附近。有吃到的，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心得哦。然后又选在阴天，赶快来大排长龙的刨冰店，这家是排的人潮最夸张。但是有双店面，所以翻桌很有效率。上周木村大神来吃过之后，就不太确定了。传统刨冰名店提尼之多，平常营业时间9点到18点，最长等待时间需要6个小时。先是排一下，跟店员拿下次回来的排队时段卡，在时间内回来排队就可以选剩下什么口味。因为水果数量有限，所以 IG 会公告每天的口味时段。冰块选用较硬的日光天然结冰块，每碗都是用手工打132次的手工剉冰，当天37度的高温，还经过拍摄都不太会融化。新加点了皇家奶茶焦糖风味刨冰，它的冰吃起来较松散有口感，另外水果口味也很推荐，主打当季水果，自制无添加工水果酱，非常容易受完，不会太甜，天然，居然还有附吸管，可以把精华喝完。超多名人都来过，最近是木村拓哉跟韩国女团来拍摄哦。那再往回走，在面包店跟谷中银座店中间，吃超美圣代以及成田机场来回必买甜点之前呢，来看看最爱吃日本炸物的新家也到了中年危机，尤其这个无限量腌制章鱼配饭，真的无敌美味，每次都会吃光光，每次吃完都会充满懊悔，离塞进去洋装越来越远了。但是自从认识了Svelti、4倍提、3倍控油解饭面胶囊，身边朋友都默默的在服用的好物，成分还升级为一般版本的3倍，只需要在吃美食的时候吃个2颗，或是吃大餐的时候服用4颗，就可以帮助分解食物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。配方里面有6种草本植物，陪你日常保养，让生活更轻盈的小帮手。草本成分让你偶尔大吃也不用害怕，成分里面的酵母最爱帮助分解食物碳水化合物中的糖分。总而言之呢，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每天选在大餐的时候吃4颗，或是1天2次在用餐时吃2颗。随身携带4倍提、3倍控油解饭面胶囊。虽然也不是大吃特吃，但是在点餐的时候也不会绑手绑脚，吃想吃的，快乐吃完也不会有太多罪恶感。当然还要持之以恒，继续当个微肉感、健康快乐吃的妈妈、太太、女孩儿。
未来超好吃面包店跟古中银座中间，35度的高温还在排队的美丽圣诞店，平日可以定位，圣诞口味会依照季节更换。虽然当天没看到，但是旺奖可以一起进去。当天假日排了第10组，等了2个小时，中间等到一度想要搭车回家的母子。整个店面走一个干燥花乡村风，店的隔壁是猫卫门咖啡手绘招财猫店。日本圣代就是小时候漫画里面看到的那个很梦幻的甜点，桃子优格果冻、香脆奶酥饼、香草桃子雪酪冰淇淋。先把蜜制水蜜桃拿下来去籽，再加入杯子里面，稍微跟最下面的大黄酱搅拌，整个非常有层次的水蜜桃味，搭配最下层的酸感大黄酱，是目前最满意的水蜜桃系列甜点。其他季节的圣代也超美，是会预约再回访的店家。那如果没有时间停下来日暮里逛街，还是建议走出日暮里，离车站3分钟，来买蝉联多年台北乐谷百名店的超好吃蛋糕。新家在累的时候，犒赏自己的时候，都会想到他。毕业于法国名校，70几岁的主厨都还会在现场努力，就会告诉自己还要加把劲。虽然没有漂亮的包装、华丽的外表，但是他的甜品抓住了我们家的心。没几个月就会固定买一个巧克力栗子蛋糕跟限定口味，夏季限定抹茶牛奶慕斯。以前对栗子蛋糕还好，自从认识这款上野的山蒙布朗，用法国栗子奶油做成的栗子泥，搭配鲜奶油、香草卡士达酱跟杏仁蛋糕，用72跟55%土甜搭上榛果香，还有处理得很好的酸樱桃，非常值得来回正蝶机场停下来走这3分钟，吃得出用心，百吃不腻，会想念的蛋糕哦。那这次比较可惜的是在夏天拍摄，每年秋天都会要来吃当季栗子蒙布朗，永远忘不了秋天吃那个层次口感，以及大排队的人潮。平常吃起来口感也很好，但是秋天当季限定真的是层次顶级到一个不行。和利屋也是得过台北乐谷5次的百大名店，秋天一定要进去试试这一杯哟。最后还有一些删掉的可惜名单，像是车站里面每个月辛巴最爱吃的泡芙，还有因为时间没有配合到的茶道体验课，下次一定要来试试。不要忘记这个有名的夕阳阶梯，白天来跟下午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旁边是木村大神也有来逛的乡村生活用品店，就在古中银座夕阳阶梯的附近。大家觉得新家的日暮里如何呢？最爱哪一间？有没有要推荐给新家的口袋名单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！要喜欢我们的推荐，记得追踪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哦。谢谢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